2026大剧前瞻，流量花生们到底行不行？2025年的观众过得挺苦的。长剧方面，服化不错，演员长相也还行，但苦在一大堆208们集体夺涉式演技，还有剧情这也审核，那也受限，让人看得食之无味。短剧剧情倒是不受限，但可惜啊，演员丑演技差，服化倒还粗糙。像我这种对没有追求的观众，实在是难以入眼。而到了2026年，各大平台终于把压箱底的大剧片单全掏出来了。那今天这一期，我们就来盘一盘，这些流量花生们主导的待播剧，到底能不能给观众一点新鲜空气？首先是851代，已经基本集体退出古偶赛道，正式进入事业下半场。赵丽颖这边和黄晓明搭档的小城大事，已经作为开年大剧火热开播，走的是偏轻喜加现实主义路线。导演是大江大河的班底，编剧也是同一挂，这部剧的稳定性基本不用担心。但网播方面还是需要观察一下。刘诗诗则压住悬疑，醉梦从啤酒厂拆迁切入，牵出连环凶杀案，是她少见的暗黑现实风。唐嫣今年播了《人之初》，虽然不是女主，但胜在戏少却亮眼。她的另外2部剧《爱情没有神话》和《此刻生活命运》就比较波折，前者因为编剧翻车临时撤档，后者是女性群像剧，目前还在拍。杨幂的待播剧是悬疑公路剧《末路狂花》，但真正重要的是，她拿下了总局重大历史题材江山大同，出演北魏冯太后，这已经是另一条赛道了。90后流量花正站在一个微妙的位置，进可以转型冲奖项，退也还能靠古偶和粉丝盘继续吃饭。杨紫2026年最受关注的是《生命树》，改编自青海反盗猎真实事件，一条线是90年代巡山队守护藏羚羊，一条线是10年后调查副县长失踪案，现实主义加悬疑双线并行，这部如果拍好，是直接冲品质口碑的。另一部《真娘传》则回到她擅长的大女主经商路线，只不过这次不种花了，而是走晚清实业救国那一挂。热巴这边更大胆，木须辞中她饰演拥有400年历史的龟须鬼王贺思木，天生缺乏五感，与陈飞宇阴间节气五感互通，设定很疯也很仙。另一部6集短剧虽然不能同时拥有一切，则是双人声线设定，风格明显偏台剧系，但体量太小，就怕口碑还未发酵就播完了。参照赵丽颖去年的《在人间》，白鹿的剧还是她的舒适区。唐宫奇案是单元探案，只要不敷衍，基本不可能扑。另一部 S 级穿越古装莫离，由林玉芬加梁胜全执导，潇湘多尔编剧，纯配置已经是热播底盘。还有几位90花可能在26年搏一把。陈都灵的翘楚是重生加权谋加复仇的大女主剧，设定非常猛，唯一的祈祷就是编剧别再委屈女主。鞠婧祎的《岳灵奇迹》从营销来看依旧不走传统异性恋路线，受众会非常分化。她还有千香和来战搭档宋威龙和张云龙，目前路透里来战的热度明显更高，但似乎前经纪公司不放她走，不知道会不会影响到这些剧的播出。95花在2026年将正式进入白热化竞争阶段，因为乾坤真的未定。赵露思去年靠许我耀眼风光登顶，但2026年严格来讲只有半部待播剧和彭冠英的恋人。之前因为赵露思生病，这部剧其实没拍完，但据说是不打算补拍了。虞书欣在舆论风暴后口碑直线下降，这一年她靠灿如繁星和新官宣的云出令续命。对演员来说，只要还有作品就没出局。剩下的95花势头反而更凶。宋祖儿的表妹万福走甜宠路线，田曦薇和张凌赫的逐玉是屠户之女加落难侯爷的先婚后爱，导演曾庆杰配置不差，但极可能出现剧外粉丝撕剧内 CP 甜的奇怪局面。周也的红舞鞋是原创年代军旅情感剧，设定很好，可惜制作事故导致主创流失，质量已成未知数。张婧仪2部待播和陈哲远的梦花亭以及宋威龙的野狗骨头，后者路透明显更有质感。孟子义和王楚然则是今年的库存王。孟子义2部古偶，上公主、百花杀，一个天界嫡女对寒门之子，一个重生郡主对病弱权臣。说实话，设定高度同质，3线迷回尾鱼的，但感觉这个系列爆火好难。王楚然3部待播，张凌赫的这一秒过火走贝德风，成何体统主打双穿，风影燃梅香则是郭敬明导演，风格很极端。
另外，和谭健次的爱情有烟火，有点多灾多难。男演员方面已经报过的，开始集体转向大男主赛道。肖战谍报上封顶加正午阳光背书，地下党设定，品质剧已提前预定，还有个小城良方，势头也挺猛，剧没拍完就带火了一座城。张若昀千里江山图汪俊加王倦加陈道明，阵容已经写满顶级。王鹤棣咸鱼飞升，种田是修仙，与大凤打更人基调不同的男频剧。杨洋的雨霖铃继续正午武侠路线，吴磊进组建来，正式加入大男主101。龚俊的白衣公卿则是复仇武侠大男主。第二类没有大爆，但已经霸屏2-3年的老牌流量们，依然是偶像剧古装剧的主力军。张凌赫今年依旧有2部待播，陈哲远也是2部，程磊同样2部待播，还拿下了和徐若涵合作的《玉殿秋》，终于做上一番。还有侯明昊，你以为去年一下子播了5部，他就库存告急吗？人家还有2部呢，搭档也更新鲜了。和05后小花爱你合作《雀谷》，还有和华筝、张文兴合作的《碧血蝉》。至于《长相思三子》，邓为只有1部《风月》不相关，也是合作05后小花。张晚意回归正剧赛道，谭健次则是大小屏幕全面发展，但小屏幕还是偶像剧为主。除了和王楚然的爱情有烟火，还有和卢玉晓的和不同周度。相比之下，新晋代报地在2026年几乎完成了一轮集体资源升级。常华森2025年还是4部大剧里的男配，到2026年已成为《聊斋》的男主，同时在《美人鱼》中担任3番男主。王弘毅在星光大赏上颗粒无收，却赢得路人怜爱，即便配角时期演技屡被吐槽，今年依然手握2部男主剧。陈星海在2023到2025年长期做配角，2026年却一口气排上了3部男主。就连郭敬明的御用男配延安也已经搭上田曦薇，在《嫁金钗》中当起男主。总之啊，偶像剧依旧是流量花生们的主战场，不过今年倒是又有了些新花样。题材方面也在变化，偶像剧依然是主战场，但玩法已在改变。去年是大女主经商女将军，今年变成了骨科101、命定101、二搭101，熟人局宿命感似乎成了常态。景甜张彬彬二搭龙骨焚香，李牧歌导演，预告片绝美如画。司藤后这几年2人都没啥水花，这次合体反而热度说来就来， CP 感直接拉满。还有孟子义李云瑞二搭上公主，王星越4搭白鹿，小孩哥终于坐上了正宫的位置，人民此杀也是3搭才终成眷属。另外，偶像剧之外，2026年观众能选择的类型明显比2025年多了不少。首先是续集潮，2026年待播的包括《楚乔传》续集《灵魂摆渡》、《九门》、《御赐小仵作2》以及《巫峡关山》、《一人之下》等系列作品，老 IP 集体回归，平台显然在用确定性对冲市场风险。历史剧也将在2026年重新回到主流视野。白宇、周雨彤、朱亚文主演的《太平年》预计1月播出，讲的是5代十国背景下纳土归宋的故事。胡歌确认出演，风和敬起张居正。陈晓也拿下陶厂历史大剧情迷，另外大汉赋、楚汉等项目也都在推进中，历史题材明显进入复苏期，科幻剧则进入密集开发阶段。今年片单里最受关注的是张新成、万茜主演的《群星》，由陈思诚执导，《流浪地球》视效团队操刀。此外还有费启鸣、赵艺清的《火星孤儿》、黄景瑜的《梦之海》、王安宇的《球状闪电》，以及刘慈欣多个 IP 项目，如《我们生活在南京》、今天也没变成玩偶、从红月开始等，都在同步推进。年代剧方面，除了小城大事，最受期待的是张艺谋监制、张嘉译和刘浩存主演的《主角》，改编自茅盾文学奖获奖小说，讲述秦腔名伶易秦娥横跨半个世纪的人生起伏。除此之外，方明、安九、冬去春来等年代剧也都在待播序列中。真正被各大平台寄予厚望的还是悬疑剧场，比如闫妮、秦海璐、刘琳主演的《5个失踪的少年》，潘粤明、王鹤棣的《黑夜告白》，以及段奕宏的《藏风》等。但现实是，自2025年起，悬疑剧整体遇冷，即便是《骑士》《命悬一线》这种相对出圈的作品，也难以再现《漫长的季节》《隐秘的角落》的全民级影响力。综合来看，2026年的偶像剧大概率仍是那些人、那些套路，但可以预料的是，市场可能会比2025年更难。
好在类型剧层面，观众的选择的确多了不少。